大家好啊，欢迎收看今天的面具人。今天是2020年的11月20号，星期五啊，出大事儿了。哎呀，你说这个川普呀，怎么就那么的让人不省心呢？就在刚才呀，川普公开杀人，突然下令从伊拉克撤军，美国大使馆被炸。拜登还有让美国重新制霸世界的资本吗？4年贸易战成就了谁？这是怎么回事呢？川普呀，在美国时间算中国时间应该是昨天晚上吧，宣布了一个比较要命的计划啊，那就是川普又宣布撤军了。哎呀，川普一宣布这个事情，伊朗可就爽翻天了，直接就发射炮弹呀，炸到了美国大使馆的附近。川普为啥要撤军啊？这个事情面具人我认为啊，是带有一些报复性的。为什么？你听面具人我给你讲完今天的节目，你就能明白了。可怜了这些常年在海外作战的美军了。今天来给大家讲讲兵法吧。那节目开始之前呢，不要忘记点赞订阅小铃铛啊。先来给大家看一看新闻是怎么说的啊。新上任的代理国防部长克里斯托弗·米勒，就是那个搞反恐的，川普火速提拔上任的新的国防部长啊，在周二宣布，川普总统已经下令五角大楼在1月中旬前从阿富汗和伊拉克撤出2500名美军。你看这个国防部长啊，一上任还没几天呢，屁股还没坐热呢，就和川普开始搞基了，搞事情呀。看来这个人真的是赤胆忠心呀。国防部将在1月15日前，也就是川普总统本届任期结束的前几天，将驻阿富汗的人数从4500人削减到2500人，驻伊拉克的人数从3000人削减到2500人。米勒在五角大楼对记者说，我正式宣布，我们将执行川普总统的命令，继续从阿富汗和伊拉克撤军。米勒还表示，川普总统的决定是基于过去几个月与其他国家的安全内阁成员的不断沟通，包括与国防部的还有美国政府各部门的同事持续讨论的结果。然后国防部长补充说，他在当天早些时候呢，已经与国会的主要领导人以及我们的盟友和海外合作伙伴进行了交谈，向他们介绍了这些计划的最新情况。在米勒宣布之前呢，一名国防部高级官员告诉记者，缩编是一个共同决定，但不愿意透露是哪位军方人士推荐了该计划。该官员呢，也没有透露塔利班满足了哪些条件，川普总统才有理由在阿富汗进行这样的缩编撤军。但是他坚称，美国的国家安全不会受到威胁，留在海外的部队仍能协助阿富汗和伊拉克的盟友和伙伴。剩下的2500名美国士兵可以完成我们之前所做的一切。那川普做这个事情，真的是惹得美国两党现在反弹很大，天怒人怨的。共和党的高级领导人对美国撤军计划进行了严厉的批评，表示非常震惊。共和党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高级领导人米奇·麦康奈尔，通常他是特朗普的坚定支持者和捍卫者，但是呢，米奇·麦康奈尔也称这个计划是一个非常错误的决定。麦康奈尔还警告川普，在离开白宫之前呢，不要采取任何有关国防和外交政策的翻天覆地的变化。那你们看啊，麦康奈尔这么支持川普的人，今天都发飙了，说了这么狠的话，说你在离开白宫之前呢，不要采取任何危害美国的这个或者使外交政策翻天覆地的变化的政策啊！你们知道吗？美元和石油挂钩，现在习近平已经把亚洲的贸易区搞起来了 ，RCEP 嘛。你看新西兰、澳洲、日本这种五眼联盟国家传统的盟友都不得不低头，安倍呀、莫里森呀、莫迪呀都已经去了 RCEP 的签约会场啊，手拉手，对吧？搞得很亲密。都已经加入到习近平的计划里面去了啊！莫迪现在一会儿要加入，一会儿要不加入，还在看风向。但是呢，他也去了。至于那些反共的五毛没屁眼的垃圾的话啊，你们少听。这些自我意淫的屁话，说什么 RCEP 没有用，中共就是傻逼，美国的疫情不可怕，死的人越多越能灭共。面具人，我想问你们啊，你们觉得一下啊，感觉一下。
能说出这种话的人啊，是不是连畜生都不如？别说什么反共不反共了，他连他妈的人都不算，对不对？我的标题也提到了川普杀人，为什么面具人我要这么说啊？咱们来讲讲兵法啊。刚才呀，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发出严厉警告称，任何过早从阿富汗撤军的举动都存在危险。咱们先看看北约是怎么说的啊，然后面具人我再给大家说说我的观点啊。北约那边是这样说的，如果驻阿富汗美军过早或者是不经协调就从阿富汗撤军，那么代价可能会很高，因为这个举动会导致阿富汗再次成为国际恐怖组织针对的目标，针对我们国土策划恐怖袭击的地方。斯托尔滕贝格还呼吁所有北约盟国信守承诺，在适当时候再考虑撤军。我们一起去了阿富汗，时机成熟时，我们应该协调有序的一起离开。说这句话让面具人我还是挺感动的。一起进就一起出，对吧？不要擅自离港，抛弃队友，对不对？然后斯托尔滕贝格还说，我希望所有的北约盟国为了我们自己的安全履行这一承诺。但是呢，华盛顿邮报指出，美国宣布从阿富汗撤军可能会削弱北约在阿富汗的行动。虽然阿富汗有来自北约38个盟国的 1.2 万名军人，但是呢，北约国家仍然依赖于美国人员和基础设施。鉴于美国在阿富汗的后勤保障能力的重要性，如果美国撤军，其他国家也可能会撤军。CNN 援引消息人士报道称，本月初时任美国国防部长的埃斯珀就向白宫发送了一份秘密备忘录，称美国作战指挥链一致建议，在条件满足之前呢，美国不要进行进一步的在阿富汗撤军。而川普执政前便承诺将美军从外围冲突中撤出，并多次威胁要从阿富汗撤军。对此呢，有不少美媒分析称，埃斯珀与川普在撤军的问题上有分歧、有矛盾，这是他上周被解雇辞职的重要原因之一。包括还有之前就是他拒绝了川普下达的调动1万美军镇压 BLM 运动的事情。总之呢，现在白宫里面啊，谁不听川普话的，就是炒鱿鱼，没得说，干你！听懂了没？你们再想一下嘛，美金现在与石油挂钩，在外部的贸易空间一直被中共打压的情况下，然后呢，中东市场这边再丢了，你觉得美元还用玩吗？美元直接玩完了，完犊子了，你们知道吗？撤军会直接损害美国遏制伊朗的努力，会直接让俄罗斯重新拿到中东的主控权。撤军会导致无论是在伊拉克境内还是在其他地方的美军，哪怕只是有限的撤军，都会给伊朗带来一定的好处。而与此同时呢，不撤军则向伊朗表明，美国及其所主导的联合部队将一直是伊拉克政府持久可靠的合作伙伴，对于维护美军的世界信誉都是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的，并且本身美军在伊拉克就有庞大的利益。美国已经在中东投资了几十年了，局势已经趋于稳定了。你现在撤军，把中东市场让渡给俄国和中共，你是怎么想的？那之前的投资几十年的利益都白费了吗？花了这么多的钱和人命都付诸东流了吗？好，那中东市场撤军了，中东市场也没有了，亚洲市场这边也被 RCEP 截胡了，欧洲人家有欧盟，那你美国还有啥？来，你告诉我，美国还有啥吗？美国不就是靠着控制的区域很多保护人家收保护费，然后控制贸易链，他才能成为第一大强国，能赚大钱嘛，对吧？那你川普现在一会儿退一个群，一会儿让出来一个地盘，最后让来让去把家都败完了，你还有啥嘛？是不是？美国政府最近的一份报告发现自阿富汗政府与塔利班在9月份开始谈判以来袭击事件增加了 50%，高于1年中这个时候的平均水平。你们仔细看看川普上任以来，他所有的战略路线完全不像是一个精明的商人该做的事情。我们传统眼光里面的商人一般都是什么形象？聪明、狡猾、4两拨千斤，以小博大，对吧？聪明的商人甚至可以点石成金，无中生有，能够利用一切能利用的资源，以最小的代价创造最大的价值。实际上呢，
川普做生意还真的不是很成功。现在川普的负债已经很高了，高到了德意志银行都不敢给他贷款了，还要让他还账，并且你说现在都是做高新行业的商人，什么高科技呀、比尔盖茨互联网 AI 呀、人工智能呀，就连台湾的王雪红都比川普牛逼多了，人家造手机，人家造这个 AR 游戏机，对吧？你说现在还靠开赌场、开饭店、开酒店去赚钱，这本身就已经是很原始的商业模式了。川普上任以来啊，一直都是自断手脚。当然了，咱们也不是说开饭店、开酒店、开赌场不行，但是呢，在此之上啊，你可以拓展更多的高科技行业嘛。但是呢，川普本人文化水平有限，咱们也不怪他。但是你看他爸的资产，你们再去看看川普的资产啊，好不好？川普上任以来啊，一直是自断手脚，杀鸡取卵。退出了几乎所有的美国主导的有影响力的组织，放弃中东市场，放弃亚洲市场，限制台湾、日本、韩国等这类传统盟友出口芯片赚钱。面具人，我倒不是说你不惩罚华为我倒不是说你不让卖有问题，我的意思是你美国不能双标，你要制裁中国，你不卖给他芯片，要不卖大家都别卖，公平嘛，对吧？搞了半天你是让别的国家不卖，你把资源聚拢起来，只有你能卖，那你做这个事情不就是等于坑自己人吗？你这就相当于把这些盟友都给共产了，是不是？川普比习近平这还共产主义呀？习近平还知道大撒币，你川普直接就是割盟友的韭菜呀！哎呦我靠了！还有我刚才说讲兵法嘛，这个川普撤军还有一个很致命的不好的地方，那就是你撤军，你要么就全撤，你要么就别撤，你撤一点留一点，会导致接下来的美军的防御压力增加，生存能力降低本来5000人干的事儿，你把它压缩成2000人干，这就是典型的压榨劳动力。说到这儿，肯定会有脑残说，哎呀，这个美军砍掉一半，剩下的一半就足够应付这些战场了。你们当这是搬砖呢？人多人少就那样，砖就在那儿慢慢搬，是不是？战争是瞬息万变的，人家之前布置这么多的兵力，是经过详细的评估，以及对方战场的承受能力的极限，觉得布置这么多兵种可以布置上5000人，对方就很难抵抗的情况下，才确定这个人数的。战争你不进行详细的评估，那会闹出人命的，一个炮弹下来人就成灰灰了，懂了没？而且你说搬砖，砖头是死的，战争呢人是活的双方都有战略大师，互相博弈的，都有军师谋士的你这边撤军，人家那边紧接着就会制定下一步的战略计划的，懂了没？咱们这些反共的人有个毛病，典型的就是喜欢把别人当傻逼。台湾、大陆、香港人我看就是这种大法弟子、港台人，这种心态非常严重，你们知道吗？总是喜欢把别人当傻逼，喜欢自我安慰、自我意淫，这是一种非常极端的弱者心态。其实美军这样撤军我刚才说了，对面战场的人是活的，人家有军师有谋士，人家肯定会抓住机会给你施加压力的，对吧？那你把部队撤上一半留上一半，你这会大大的对驻守在伊拉克的美军造成心理和生理上的双重压力的，甚至是严重威胁到他们的生命的。这里有个数据证明了面具人我的判断。前段时间不是川粉都在鼓吹说川普促进了中东的和平吗？那你们看这美国政府最近的一份报告发现这个自从开始撤军以来，袭击事件增加了50%，你们知道吗？暴力袭击还导致了士兵的士气低落。你们看好了前线的阿富汗士兵、美军，他们现在面临的问题很窘迫，战争资源不够，兵力不够，背后的总统又不停的撤军断粮。你们想想把你放在这种枪林弹雨的战场上，让你置身于这种境地前面是战场，你要上去拼命，后面呢撤军你没有支援，那你是什么感觉对不对？所以面具人我说，中国人缺乏同理心，根本不会体会到别人的感受。
福无双至，祸不单行。你们看好了啊，川普下令撤军以后没多久，人家伊朗这边呢就已经摸清楚了川普的套路了。撤军宣布以后没多久，几枚火箭弹就被发射到伊拉克首都的巴格达绿区，并且呢降落在了美国大使馆的附近。你看人家发射导弹的这个意图还不明显吗？全世界最强的美利坚被这样挑衅，居然还没有人报道啊！美国媒体你们看英文能看到一些报道，华文媒体你不是反共吗？你不是爱美国吗？美国现在面临了战争威胁了，面临被别人挑衅了，你怎么不说呢？对不对啊？你不是台湾人、香港人和美国人是好朋友吗？对不对？怎么不说呢？之前还有普京说悬赏猎杀美军，川普都没有说话，没有回应，这次呢又直接撤军，导致前线的士兵暴露在风险之中。我都已经说了，人家伊朗这边已经把川普的心理摸透了，知道怎么玩了。川普这个人啊，你说他在这种商业技巧呀、媒体技巧上面，有一定的本事，但是你说他在治国、外交、搞战略、搞战争，那真的是不行。你们仔细看看啊，川普这个人很容易被钓鱼。你看啊，他这种犯蠢啊，蠢到了什么地步啊？就是他每次做出不可思议的蠢事啊，比如撤军，比如退出世界组织。起初呢，人们还以为川普有什么大招呢？憋大招嘛，是不是？下大棋嘛，是不是？退一步进两步，对吧？结果呢，发现，我他妈的真傻逼，是我多想了。川普撤军打贸易战呀，退群呀，他就是退，就是撤，没什么别的意思，就是为了短期的利益，杀鸡取卵。是面具人我自己一厢情愿了呀，结果呢，美国你看4年时间啥都没搞成。反而呢，自己外部控制的地区越来越少，反而呢，中共和俄国步步为营。中国一带一路、RCEP、南海、内蒙、香港、西藏围剿台湾，遍地开花。你别说什么贸易战不贸易战，这种东西和围点打援不一样。你1对1互相加关税，结果就是导致双方都受伤。但是中国人的耐受力要比如今的美国人的耐受力要强太多了。澳大利亚、新西兰、日本、韩国加入中国的贸易计划了，你们知道吗？你川普也对澳大利亚、新西兰、对法国、对加拿大都加关税了，是不是？哪一个国家怕你了？你告诉我。然后呢，英国也不想和川普打交道，马克龙右转了，马克龙现在明显的亲俄。欧盟人家有自己的贸易体，有人家自己的货币川普呢，你美元咋了嘛？你美元现在慢慢要被踢出亚洲市场，非洲市场已经没有你美元的戏了，东南亚市场呢，你美元很难挤进去，欧洲市场人家有那个欧元，对吧？你美国有啥？人家英国还有英镑，是不是？川普可以说外交战略输得一塌糊涂。咱们再来看内部川普给西方国家领导人开了一个很好的头，那就是只要选举选输了，就赖对手作弊，可以胡搅蛮缠。你看当年希拉里开票开输了以后，当场就认输了，给总统打电话祝贺。结果你看川普的度量还没人家一个女人高。川普要求什么重新计票啥的，他的目的并不是输赢什么的，你们知道吗？他就是为了攻击民选这个体制。毕竟呢，他自己心里面是有数的，知道美国这个选举是怎么回事，不像咱们华人没有见过美国选举呀、投票呀是什么流程，他自己心里面清楚得很一会儿造谣又是美军攻占德国了攻下了德国的服务器，又是空降兵的你们觉得美军敢打德国吗？川普连金三胖都不敢动，还敢动之前的世界霸主德意志帝国？我操佐治亚州重新点票，在弗洛伊德县检查发现没有处理的2600张票，这属于人为错误，不是系统问题。而川普总统仅仅增加了800张选票，拜登增加了1800张，这不查不知道，这查了以后呢，差距更大面具人，我告诉你们川普是不会放弃权力的，并且呢，他也不会承担责任的你不要说这个选票怎么样了，双方的选票已经有规定过，误差不小于一定范围可以不用重新点票。如果说误差很接近，那比如说很可能会因为
2、3千的票、3、5千的票、1、2万的票，导致这个选票翻转，那可以重新点票，对吧？但是你说差个10几万差个7、8万的票，你怎么点也不可能凭空出现点错了几万张、几十万张票嘛，对不对？但是川普他不会认的，你知道吗？他会一直以反对派革命领袖、伟大的王者的这种身份护体的。就算拜登上台了，美国现在疫情、外部资源、战略组织、中东市场的丢失、国内经济的下挫、亚洲市场的丢失，会导致美国接下来焦头烂额。川普和咱们华人还会拼了命的先灭美，扯美国后腿。现在就是挺共的要灭美，反共的也他妈要灭美，你知道吗？中共会放过美国虚弱的机会吗？中共会给美国再次爬起来的机会吗？当然是趁你病要你命了。就算是拜登上任了，走正确的路线了，但是美国现在还有力量扭转乾坤吗？拜登指出，美国和盟友需要制定全球贸易规则来抗衡中国日益增长的影响力。拜登说，我们占全球经济的 25%， 我们要与其他的 25% 或者更多的民主国家结盟，这样呢，我们才能制定规则，而不是让中国和其他国家来决定结果。中国专家还说，拜登根本不会听97岁的基辛格的建议，民主党比共和党对中国会更狠的。这个并没有错，你们仔细去看一看历史实际上呢，民主党还真没有实质性的对中共政权搞过什么事情建交的是共和党，真正把中共拉入 WTO 的是共和党。你们看图嘛，中国这边的专家还说，川普对于中国经济的诉求多一些，而拜登呢，不仅是经济诉求多，而且政治诉求更多要求什么意识形态要求什么人权民主自由这些政治诉求是走什么路的制度问题、核心利益上领土完整的问题、民族矛盾的问题，这些问题基本上是无解的，听明白了吗？而且中国这边你看专家还批斗拜登说这次会议的讲话就露出了拜登的狐狸尾巴，目前还没有当选呢拜登就这么嚣张，一旦官方宣布拜登当选，拜登会更加猖狂的宣布更多针对中国的挑衅政策。对此呢，我们中国必须要有对策。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没有什么可怕的。当然没有什么可怕的呀，对不对？我党的这些民主大师正在使出吃奶的劲儿，要阻止拜登上任，要在美国煽动种族斗争、民族斗争、黑白斗争，煽动美国内战，知道吗？我早就给你们说了，这帮子杂碎不是东西，你们还不信他们给你传播的是什么意识形态？仇恨、发泄什么神选之子、天命之子，让你天天的撸个键盘，看看他的片子意淫一下，你就宇宙无敌了，是不是？告诉台湾人你现在很牛逼，你不用进步了，你就是人类希望，你就是亚洲之光，是不是把你变得颓废，没有上进心，没有动力，别人都是傻逼，你牛逼，你觉得这样好不好？对不对所以你们仔细去看一看国内的这些不用翻墙就能看到的这些论调很明显的说明了中共是不想让拜登上任的所以面具人我就觉得吧，墙内墙外是两个世界，墙内的人傻，是被蒙蔽了，墙外的人是又傻逼又坏，说真话都没人信了，说假话反而大家更愿意相信。不知道你们怎么看？留言告诉我好了，今天的节目就这样，喜欢的请点赞、转发、订阅小铃铛，不喜欢的滚蛋拜拜。